苏美人发明了轮子、历法与文字，最后败给了土壤盐碱化。古巴比伦留下了汉谟拉比法典、吉尔伽美什史诗和许多数学上的成就，最后输给了马拉式战车。大家好，我是克里夫。上一集我们说到了古巴比伦的灭亡后，两河流域陷入了小国林立、群雄割据而且黑暗的时代。有兴趣的朋友先点击右上角的资讯栏，先去补一下古巴比伦人与西台人的故事。把这个黑暗时代结束的民族是亚述人。亚述人跟阿卡德人、阿摩利特人一样，都是从阿拉伯半岛迁徙过来的散族部落。一样，不知道阿卡德人是虾米蛙哥的，可以去补看第一集哦。亚述人大约在西元前3000年左右迁徙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北方，并在底格里斯河畔定居下来，以亚述城作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小国。因为地理位置偏北，地形多半属于丘陵山坡地，雨水多，气候温和，不太需要灌溉，也没有土壤盐碱化的问题。在西元前13世纪以前，他们是个不断受到邻国侵略的小国家，也因此养成了他们好战的精神。等到西元前13世纪之后，他们从卡塞人那里学会了骑兵作战，从西台人那里学会了冶铁技术，并慢慢开始征服周围的城市，才逐渐强大起来。大约在西元前1250年左右，他们统一了两河流域的北方，没过多久便又继续往南扩张领土。有段记载在说亚述人的国王南下攻陷了巴比伦后的情况。我虏获了古巴比伦国王，用脚踩在他高傲的脖子上，就像踩在脚凳上一样。这还没完哦，亚述人统治两河流域大约600年左右后，便又继续向外扩张。先是征服了叙利亚，接着又并吞了安纳托利亚，更在西元前716年击败了埃及人的军队，并占领了一部分尼罗河下游的地区，成为横跨亚非两大洲的帝国。最后大约在西元前705年，也就是在辛纳赫里布在位的时候，亚述帝国几乎成为了西亚所有地区的主人。不过亚述人可不是只靠着骑兵与冶铁技术就能征服这么广大的领土哦，在他们四处征伐的过程中，还发明了不少新武器哦，像是工程机与装甲车等等。而他们的士兵身上还会带着牛或羊皮做成的皮囊，如果遇到河流阻碍行军路线，那就可以把皮囊吹胀，抱着渡河啊。而他们的作战方式也很先进，会先用弓箭向敌人密集射击，等敌军伤亡惨重后，再用铁骑一路碾压过去。如果遇到攻城战，则会搭起云梯，并向城内投扔火油，再用攻城器撞毁城墙。这样强大的军队，可以说是亚述人如此强大的主因。辛纳赫里布在位时，为了彰显他的丰功伟绩，于是在底格里斯河的沿岸建造了一座雄伟的首都尼尼微。这座城市的围墙有 7.5 英里，里头至少有71座王宫。更奢侈的是，他为了喝到好喝的水，还特地建造了引水工程，把50英里外的山泉水给引到城里来，有够夸张的啊！好啦，他也是有做一些正经事的，像是以首都尼尼微为中心，向各地修建许多公路，同时在公路的各段又建立驿站，驿站还有专门传递命令的人员，这也可以说是最早的邮政制度。到了西元前669年左右，亚述巴尼拔在位时，还在尼尼微建造了可能是当时最大也是最早的图书馆，里头收集了各种苏美与古巴比伦留下来的泥板文书。但这么重视文艺与知识的亚述人，偏偏也是最残暴的民族。怎么说呢？首先是他们的审美观，在尼尼微城市的各种装饰与浮雕可以看到，他们喜欢歌颂战争与杀戮的主题，
还有许多狩猎狮子的图像。再来，他们对外征服的过程中，也都采取残暴的政策。比如说，在亚述的国王平定巴比伦发生的叛乱后，没有选择安抚，而是下令让士兵烧杀掳掠，最后还用洪水淹掉了巴比伦城。不只是其中一位国王很残暴哦，就连后代的继位者，同样也是镇压了再度叛乱的巴比伦城后，割掉了反叛者的舌头，并把他们尸体切成碎块，再拿去喂动物啊。但这样的残酷镇压，其实并没有让被征服的民族感到恐惧，反而是不断的加深了他们对亚述人的仇恨。这也让他们的统治期间，动乱与叛乱不断的发生。再加上亚述巴尼巴死后，亚述帝国陷入了争夺王位的内战与混乱，最终导致了西元前612年尼尼微被巴比伦与米底人的联军给夷为平地，彻底摧毁了亚述王朝的统治。参与反抗亚述人的联军里，最著名的是闪族部落的其中一支叫加尔迪亚的民族。在推翻亚述人后，米底人离开了两河流域，而加尔迪亚人则是把首都选择在巴比伦城，因此后来的史学家就把他们称为新巴比伦人。对于新巴比伦人，大家最有印象的事迹，毫无例外应该都会说是空中花园。毕竟古代7大奇迹实在是太有名啦。建造空中花园的新巴比伦国王是尼布甲尼撒，相传他是为了让他的妻子化解思乡之愁，才仿照他妻子家乡的山林地形所建造的奇观。不过毕竟是相传，事实到底是什么，早就不可考啦。提到了古代7大奇迹，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应该就只有前面2名而已，毕竟第1名的古夫金字塔实在是太有名了。另外，古夫金字塔也是现今唯一一个仍然存在的古代7大奇迹哦。第2名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再来是奥林匹亚宙斯神庙里的宙斯神像，第4是位于现今土耳其的阿特弥斯神庙，第5摩索拉斯王陵墓，第6罗德岛的太阳神铜像，最后是亚历山大灯塔。而会有古代7大奇迹这样的说法，据说是西元前2000年，有一位拜占庭人斐罗写了一本《世界7大奇迹》这本书中，描绘了当时在地中海附近的7个伟大的建筑。也正因如此，所以在其他地方的古代奇迹才没有被纳入，而也因为这样，才有后来重新票选出来的世界新7大奇迹，分别是佩特拉古城、里约热内卢基督像、马丘比丘、奇琴伊察玛雅城邦遗址、罗马竞技场、泰姬玛哈陵、万里长城。讲到这边，突然好想出国啊！回到新巴比伦人的丰功伟绩上，除了现在已经遗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空中花园以外，他们另外一项伟大的成就在于天文学的领域。比如说，他们发现了5大行星：水金地火木土啊，地球不算，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5大行星。此外，他们还把神的全职对应到5大行星上，并订定黄道12宫的星座。而这种研究当然被后来的希腊与罗马人给传承下去。不仅如此，他们还透过观察星象的运行来预测未来的命运。不过跟我们现代人每天看星座运势不太一样哦。新巴比伦人的占星术关注的是洪水、饥荒与国家未来这种国族存亡的大事情上面，而他们也延续了苏美人对于历法的研究，更进一步的把1星期定为7天，一天有12个双时，每一个双时有120分钟。一直到新巴比伦帝国灭亡后的西元前6世纪左右，有位星象家已经能计算出地球绕行太阳1周的时间，误差只有26分钟而已哦。西元前539年，波斯人征服了巴比伦城，结束了新巴比伦帝国的时代。同时，
波斯人的到来也象征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落幕，因为从此之后，两河流域的民族或国度再也没有能力统领这块土地。后续的事情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希腊人赶跑了波斯人，罗马人又取代了希腊人，阿拉伯人再取代罗马人，巴比伦城逐渐没落，对应的是巴格达逐渐兴起。不过这当然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而他们的作战方式也很先进，会先用弓箭向敌人密集射击，等敌军伤亡惨重后，再用铁骑一路碾压过去。如果遇到攻城战，则会搭起云梯，并向城内投扔火油，再用攻城器撞毁城墙。这样强大的军队，可以说是亚述人如此强大的主因。辛纳赫里布在位时，为了彰显他的丰功伟绩，于是在底格里斯的河畔和沿岸，辛纳赫里布在位时，为了彰显他的丰功伟绩，于是在底格里斯河的沿岸建造了一座雄伟的首都尼尼微。这座城市的围墙有 7.5 英里，里头至少有17座王宫。哦，上面写17。对，好，继续。我念什么？你念17。好少。好。